欢迎来到艾森的频道。今天这个故事的开场充满了历史的反讽。欧盟这个过去几十年全球自由贸易最坚定的布道者，最经常批评中国用市场换技术搞国家干预的这么一个所谓的老师，如今却爆出正在悄悄的草拟法案，强制要求那些想在欧洲开厂的中国车企跟电池的公司必须要向欧洲交出核心的技术。这一幕听起来是不是特别的耳熟呢？没错，只是这一次剧本好像是完全拿反了。有网友辛纳的评论说，这个学生现在已经如此的成功，以至于老师拼命的想要抄他的作业。这句话非常精准的捕捉到了全球技术权力的天平正在发生的根本性的倾斜。这个不是简单的政策的模仿，而是技术实力逆转所驱动的深层次的战略焦虑，它标志着全球竞争的焦点已经从争夺技术本身升级为一场更加根本的战争，这是争夺制定规则的权利。我们过去30年所熟悉的这个世界，一个以合作为主旋律的全球化时代正在宣告结束，但这个也并非是简单的历史重演。过去大国博弈的这个核心是争夺物理世界的硬件，更多的工厂，更快的船，更强大的武器。但是今天真正的决胜场已经转移到了定义未来的软件的层面，谁来制定标准，谁来构建生态，谁来编写支配万物的规则跟底层的代码。欧盟今天要被迫抄起来的这样一个旧的剧本，恰恰证明它在这个由软件定义权力的新时代已经慢了半拍。故事的引爆点发生在2025年9月30号，荷兰政府动用了一项尘封已久的法律，就是物资供应法。这是一部通常只是为了战争或者是严重自然灾害或者是国家崩溃等等非常极端紧急状态而预留的法律，它的目标却不是敌国的军队，也不是什么恐怖分子，而是一家公司。这家公司叫做安氏半导体，它的总部在荷兰腊梅亨，但是它的主人是中国的文泰科技。荷兰政府给出的一个官方理由听起来是那么的冠冕堂皇，严重的治理缺陷威胁了关键技术知识跟能力的连续性。他们声称此举是为了保护荷兰乃至于整个欧洲的经济安全，特别是至关重要的汽车芯片的供应链。安氏半导体的前身是欧洲巨头恩智浦的一部分，被中国的文泰科技收购以后，就一直处在西方的严密监视之下。就在1年前，他的母公司已经被美国列入了实体清单。而更关键的是什么？被披露的法律文件揭开了背后更深层次的一个中美之间的博弈。文件显示，早在2025年的6月份，美国的商务部的官员就在一次会议当中向荷兰外交部明确传达，安氏半导体想要获得美国实体清单的这个出口豁免的话，他的中国籍的 CEO 张学正就必须要被替换掉。这件事情说明，荷兰的行动很大程度上是为了服务于美国对华技术战的整体战略，是跨大西洋联盟压力底下的被迫选边站队。那前几期我们的视频已经讨论过，10月风暴是发生在中美之间的全面体系战争，安氏半导体事件则是欧洲打响的针对中国的精准前哨战。荷兰政府为此动用的是一部为战争而预留的法律，仅仅几天之后，中国商务部发布禁令，精确的禁止安氏半导体在中国的工厂出口特定的成品跟半成品。这个不是过去那样一种非常宽泛的关税的报复，而是一次定点打击。为什么这一招会这么狠？因为安氏半导体这么巧，它刚刚好是全球汽车供应链当中一个虽然不太那么显眼，但却至关重要的扼喉点。它是全球领先的功率半导体的供应商。2024年的数据显示，它在多个细分市场都是全球第一或者是第二。从特斯拉到大众，几乎每一辆现代汽车里面都有安氏半导体的芯片。中国政府的反制等于是直接掐住了欧洲汽车工业的脖子。
所以荷兰跟欧洲这次才真的是搬起了石头砸到了自己的脚。中国这一招精准的以牙还牙，不仅直接打击了安氏半导体的全球供应链，更是向世界传递了一个非常清晰的信号：中国不再是那个在技术争端当中被动应招、被迫要接受别人的规则、默默承受压力的那个国家了。安氏半导体事件因此超越了一家公司的命运，它成为一个标志性的转折点，将曾经隐藏在商业合同与技术标准背后的规则制定权之争彻底推向了前台。然而就在安氏半导体的这个危机在持续发酵的同一时间，布鲁塞尔放出了一个更具颠覆性的大招。据多家媒体都披露，欧盟正在计划推出一部名为工业加速器法案的法律。那这部法案的核心内容简直是对于过去30年中欧经济交往模式的彻底颠覆。它要求在欧洲运营的外国关键企业，当然这里主要是针对中国企业，必须要做到以下几点。第一点就是强制性的技术转让。你没听错，欧盟委员会亲口说欢迎外国投资，但是前提是必须有真正的技术跟知识产权的转让。这就像是欧洲公司过去在中国投资时候被迫要做的那样。而第二项就是强制的本地化，必须要使用一定比例的欧盟的商品或者是劳动力。第三个，强制在欧盟境内创造附加值，不能够只是做最后的组装，甚至强制与欧洲公司建立合资企业也成了一个选项。听到这个地方觉得这是一个非常有戏剧性的历史性的角色互换，但是欧洲这次的角色互换与我们在10月风暴当中看到的美国式的体系化的绞杀有非常本质的不同。美国的霸权它仍然根植于对于全球金融、军事等等硬件的控制，而欧洲的焦虑根源在于他发现在新能源汽车这个赛道上面，欧洲不仅在硬件，比如说电池、整车制造上落后，更可怕的是什么？在决定未来的软件，比如说智能的座舱系统、自动驾驶的规则等等方面，话语权正在被迅速的剥夺。因此，欧盟的本次的行动，与其说是一个自信的进攻，倒不如说是一次防御性的、充满恐惧的追赶。欧盟这个曾经自我鼓吹的自由贸易的旗手，正在捡起中国几十年以前用过的旧剧本，用市场换技术。整件事情标志着布鲁塞尔在认知上非常痛苦的承认，在决定未来的某些关键赛道上，自己已经从领先者变成了追赶者。将安氏半导体的这个冲突跟欧盟这项酝酿当中的法案联系起来的话，一个核心的战略图景就自然而然的浮现出来。全球竞争的本质已经从产品跟技术的竞争上升到了规则制定权的争夺，谁制定标准，谁就能够定义市场。那为了让大家更加深刻的理解这一点，我需要带大家回顾2个产业截然不同的发展故事，把时钟拨回到30年前，看看中国在2个关键产业领域，燃油汽车跟高速铁路所走过的2条截然不同的道路。这2场产业战争的胜负手不在于技术本身，而在于那个最根本的问题，就是到底是谁在制定规则。上个世纪80年代，当第一辆大众桑塔纳在中国组装下线的时候，几乎所有的中国人都相信一个属于本国汽车工业的辉煌时代即将到来。当时的这个策略非常简单而且直接，就是要求大众啊、通用啊、丰田这些巨头必须与中国本土的企业成立合资公司，外资持股不能超过 50%， 希望是用市场来换来他们的发动机、变速箱等等核心技术。那个时候的初衷是无比的美好，希望通过与狼共舞学会狼的捕猎技巧。但几十年过去了，我们学会了吗？学废了。当然我们的确是学会了如何建设世界一流的汽车工厂，如何管理数万人的生产线，我们培养了全球规模最大的汽车产业工人跟工程师的群体。但是中国人始终像是一个勤奋的学徒，被关在师傅院子里的一个房间里面，打磨最高级别的零件，但从未被允许进入师傅的书房，去看一眼那个真正的写着核心配方的武林秘籍。中国被一套精心设计的规则牢牢地
锁死在价值链的中低端。那这样一套枷锁由4个环节构成。第一环就是知识产权的数字殖民，外方通过密不透风的技术转让的合同，将最核心的技术，比如说发动机的电喷系统的逻辑、制动变速箱的控制程序，严格的限制在合资公司内部使用。你想要自己搞立项工程或者独立研发吗？对不起，法务部会让你知道什么是契约精神。第二个环节是研发活动的物理隔离。跨国公司当中最核心、最具有前瞻性的研发中心永远设在德国的狼堡、日本的丰田市或者是美国的底特律。合资企业里面所谓的研发中心，充其量只不过是一个本土化改造的办公室，你可以负责把后视镜调一调，把悬挂改得软一点，以适应中国的路况，但是你永远接触不到核心的设计思想跟未来的技术路线图。第三个环节是品牌与供应链的生态绑定。合资车几乎全部都使用是外方的品牌，消费者的心智被牢牢的占据。那与此同时，外方把它在本国培育了几十年的这个封闭的供应链的体系纹风不动的复制到了中国。关键零部件的核心供应商清一色全是外资或者是外资控股企业，构成了一道密不透风的技术壁垒。第4个环节是利润的超级管道。外方不仅通过 50% 的股权拿走1半的利润，还通过向合资公司高价出售关键的零部件，收取巨额的技术转让费跟品牌的授权费，把产业链上最大块的蛋糕源源不断的输送回母公司。在网络上有一个流传甚广的数据，德国大众在中国的合资企业产量一度仅占全球的 14%， 但是贡献的利润却高达其全球利润的 80%。哈佛大学肯尼迪学院曾经做过一项非常严谨的研究，他们分析了10几年里面中国市场所有车型的数据，想量化一下中国到底从合资这么一个合作的形式里面换来了多少技术。他们的结论是，技术溢出效应确实存在，但非常有限，它只能够解释同期中国本土品牌汽车质量提升总量的 8.3%， 而且技术转移的转移方式，它并不是系统性的外方来教会中方，而是靠人员流动，也就是在合资厂干过的工程师，他们跳槽去了自主品牌。这个悲惨的现实就是规则接受者的宿命，在别人划定的拳击台上，你永远不可能成为拳王，你只是一个庞大体系的使用者，而不是设计者。一位曾经在北京吉普工作的美国高管迈克尔·邓恩讲过一个极具画面感的故事。1990年，他去探访北京吉普的合资工厂，他看到的是一个效率低下、气氛紧张的这个车间。中方员工对于只能够依赖美国进口零件进行组装，感到非常的不愉快。工厂的财务总监甚至用只是在等死来形容当时这么一个非常压抑的工作氛围。但是当邓恩问到中方厂长对此作何感想的时候，那位厂长的眼睛里面却闪烁着燃烧的雄心。他平静而且坚定地回答，现在这样没关系，直到我们学会怎么样自己制造，然后就会把你们一脚踢出门去。这样一句话非常精准地捕捉到了中国汽车工业作为规则接受者时候的屈辱和报复，也为日后新能源汽车时代的大逆转埋下了最深刻的伏笔。那现在我们把镜头转向另外一边，看一个完全不同的故事，就是中国的高铁。这个是一场由中国主导、主动设计规则的关门打狗式的博弈。2004年，中国启动高铁技术引进的计划，这一次铁道部扮演了一个完全不同的角色。首先，战略的背景就完全不同。高铁项目它不是为了引进一个产品，而是为了建设一个覆盖全国、由国家统一控制的战略性的基础设施网络。这个性质就让项目的唯一买家当时的铁道部获得了无可比拟的结构性的权利。它不再是一个被动加入已经有的全球市场，而是主动创造一个巨大的新市场，然后告诉所有想要进来的玩家，你们必须遵守我的规则。铁道部玩的不是市场换技术，而是规则换技术。它的这个策略非常经典。首先第一步就是强制性的全面技术转让。招标书里面白纸黑字写得非常清楚，任何想要进来的外国公司，比如说德国的西门子，
法国的阿尔斯通、日本的川崎重工都必须跟中国企业组建合资公司，并且必须进行全面无保留的技术转让。它不仅要给你车，还要给你全套的设计图纸、制造工艺、软件代码。如果不答应的话，请直接出局。那第二个是利用竞争来打破垄断。铁道部同时向所有这些世界的巨头招标，并且明确表示鸡蛋不能放在一个篮子里面，这就创造了一个买方的市场。原本非常高傲的德国西门子，他们一开始的报价非常高昂，而且还不愿意转让核心的技术，但是最后其实也不得不放下身段。最初西门子的态度非常的强硬，他们不仅报价奇高，每列车 3.5 亿人民币，转让费 3.9 亿欧元，而且还对于中方提出的50多项的要求根本不予回应。面对如此傲慢的报价，铁道部毫不犹豫的直接将西门子淘汰出局。据当时的媒体报道，这个决定导致西门子股价大跌，在华谈判团队整个被集体解雇。那这样一次公开的惩罚起到了非常巨大的杀鸡儆猴的效应，它向所有的玩家传递了一个非常清晰的信号，就是在中国的谈判桌上，技术优势并不能够凌驾于中国的规则之上。1年之后的2005年，西门子重新参与进来这个游戏，只不过这一次他们的姿态极为谦卑，他们不仅大幅降低了报价，每列车 1.9 亿人民币，技术转让费8000万欧元，还同意了更加严苛的条款，包括全面转让他们当时最先进的 ICE3 平台技术。而第三个是支付与吸收技术挂钩。铁道部当时的合同设计的非常精妙，外方的回款进度跟技术转让的成功程度，中国工程师的掌握程度紧密挂钩，你必须要真心实意的教会我，否则的话你就拿不到钱。那所有这些安排结果是什么呢？中国是在极短的时间里面消化吸收了各家巨头的技术，然后进行了再创新。中国没有满足于只是生产万国的机车，而是要建立一套完全属于自己的标准。通过对于不同技术的解构跟学习，中国工程师最终集各家之所长，形成了自己的高铁技术体系。而最终的结晶就是今天你我看到的复兴号动车组，他们的运营速度、可靠性等等关键指标都全面超越了所有当时引进的原型车。而再过10年之后，整个的游戏规则已经彻底反转了。中国不仅掌握了核心的技术，更是开始向全世界输出自己制定的中国标准。从印尼的雅万高铁到泰国铁路，中国完成了从技术引进到规则输出的史诗级的跨越。2004年西门子被踢出局的这么一个公开的羞辱，不仅仅是商业谈判的失败，更是一次精心策划的面向全球的权力的宣示。中国通过公开惩罚一个世界最顶级的工业巨头，为所有想要进入中国市场的跨国公司立下了一个新的规矩。在这里，市场准入的代价是必须要服从中国的国家战略。所以我们对比一下汽车跟高铁的命运，会看到正是两种权力哲学的正面交锋。燃油车合资的悲剧是典型的硬件思维的困局。我们当时以为只要引进了工厂、生产线这些物理的硬件，就能够掌握核心的能力。但是最终非常悲哀的发现，真正的权力，那些设计图纸、软件代码、品牌的标准，所有的这些东西始终掌握在别人手中。中国人充其量只是在别人的操作系统上运行的一个应用程序。而高铁的成功则是一次非常彻底的软件思维的胜利。铁道部的核心战略，它不是买几列火车，而是要获得并且最终重写整套高铁的操作系统，从技术标准到管理规范，再到建设体系。而一旦你掌握了定义系统的软件权利，你就能够整合全世界的硬件，为你所用。这个非常完美的解释了我们在美国稀土困局这个视频当中看到的生态位锁定。当你只是一个硬件提供者的时候，你就必然会被锁定在作为软件定义者中国人制定的产业生态之中。这个是美国人面临的一个结构性的悲剧。而高铁的胜利为中国赢得了一张进入操作系统战争的门票。作为对比，燃油车的屈辱则成了一种深入骨髓的
战略警惕。这个非常宝贵的经验为我们理解今天当下正在发生的一切提供了一把关键的钥匙。那如果说高铁的成功是中国第一次在单一产业上成功构建了自己的操作系统，那么今天在新能源汽车这个无比复杂的领域，中国正在做的是构建一个前所未有的覆盖全球的技术文明。这个不再是光刻的反击当中为了生存而构建的自主体系，而是一种主动的向全球辐射的文明输出。它由3个同心圆构成，最内环是物理层的规则统一，这个就是充电标准跟电池安全，它定义了这个文明的度量衡跟物理法则。中间一环是生态层的文化构建，这个就是华为鸿蒙，它定义的不是一个工具，而是一种全新的生活方式，它将人车家无缝连接，构建起了这个文明的社交网络跟文化认同。而最外一环是系统层的秩序输出，这就是车路协同，它定义的不是单体的某一辆车的职能，而是整个社会的交通治理的哲学。它将这个竞争从个体的武艺的切磋升维到了军团作战的体系对抗。所有以上这3者叠加，共同构成了在电动汽车产业上中国正在向世界输出的关于未来出行的一整套的世界观跟方法论。最近几年，战略自主成了欧盟最时髦的一个词儿，核心的思想就是布鲁塞尔必须要减少对外部的依赖，掌握自己的命运，不能够沦为中美博弈的竞技场。在这个世界日益演变成中美两极，然后欧盟逐渐被边缘化的这么一个大的时代背景底下，欧盟的这个提法本身就充满了不自信跟不安全感。在对华关系上，这样一点焦虑尤其明显。欧盟它已经把中国重新定位为合作伙伴、竞争者跟系统性的对手这样3重的角色。而随着中国在电动汽车、电池、新能源等等欧洲传统的优势领域里面展现出非常惊人的竞争力，对手的色彩正变得越来越浓厚。讲到这个地方请允许艾森稍微岔开一下话题。我们要真正理解这样一种从欧盟骨子里头透出来的焦虑，我想引入一个非常经典但是又非常残酷的理论，并且赋予它一个全新的时代的注脚。这个理论的名字非常有意思，叫做踢开梯子。这个理论原本指的是发达国家，例如法国、德国这些，他们先顺着保护主义跟产业政策的梯子爬上了顶端，他们可以享受高福利的这个社会，然后呢，他们就一脚把梯子踢开，并且对于下面的、对于后来的追赶者高唱自由贸易的圣歌。汽车工业，尤其是对于德国而言，就是他们能够过上舒坦日子的这样一把梯子。但是过去30年，西方社会为了追求利润最大化，把梯子的核心部件生产线呀、供应链啊，乃至于整个工业的生态逐步拆解，一一打包送给了中国。但是现在欧洲的精英他们所感受到的正是这样一种战略短视所带来的历史性的反噬。这是一种猛然发现自己脚下的梯子原来已经消失的巨大的眩晕感。梯子的零部件被德国拆解之后外包，而新能源汽车的迅猛崛起是中国自己打造的一把崭新的梯子，但是这样一把新梯子很可惜不属于老欧洲。好了，刚才有点扯远了，我们先回来。欧洲的决策者非常清晰地记得10多年以前的这个教训，由于未能够有效应对中国的产业政策，曾经一度领先的光伏产业几乎被完全摧毁。那如今面对来势汹汹的中国电动汽车跟电池，欧盟的精英阶层他们普遍担心历史会重演，所以产生了一种绝对不能够再失去汽车产业的集体的危机感。而加剧欧洲困境的是其内部核心法德轴心的深刻的分歧。法国在马克龙的领导下大力倡导主动保护主义，他们主张采取更加干预性的这个产业政策，比如说对中国的电动汽车征收高达 38.1% 的惩罚性的关税，来保护欧洲的战略产业。但是德国呢，它更将倾向于
经济的实用主义。那作为欧洲的经济引擎，德国的汽车工业跟中国的市场深度捆绑，大众、宝马、奔驰三大巨头全球销量的1/3都来自于中国。这样一种巨大的商业利益让德国在对华政策上始终是小心翼翼。所以当欧盟委员会对于中国电动车发起反补贴调查，威胁要征收高额关税的时候，德国是少数几个明确反对的国家之一。那面对来自于欧美的双重压力，中国的底气又来自于什么地方呢？其实这样一种底气来源于过去20年积累起来的强大的结构性的权利。首先是在关键产业的压倒性的优势，尤其是在新能源汽车这样一个决定未来的赛道上面，中国已经取得了全方位的全球领先的优势。根据最新的数据，2025年前3个季度，中国的宁德时代跟比亚迪2家公司就占据了全球超过一半 54.8% 的电池的市场份额。比亚迪的刀片电池以其安全跟成本的优势，甚至让特斯拉都成了它的客户。而宁德时代则在不断的刷新电池能量密度的上限，全球市场份额一度高达 36%， 为特斯拉、宝马、大众等等几乎所有的主流车型供货。也就意味着全球电池技术的发展方向很大程度上正在由中国的企业来定义。而在整车市场上，中国同样拥有压倒性的优势。2023年，全世界将近 60% 的新能源车是在中国卖出去的。巨大的本土市场构成了中国品牌的最佳试炼场。得益于非常完整的供应链跟残酷的市场竞争，中国电动车的成本优势巨大，开发一款新车型的速度比欧洲同行快了整整 30%。 那现在这样一股力量正好像潮水一样涌向欧洲。那预计到2005年年底，中国品牌在欧盟的市场份额将会达到 15%。 其次呢，那中国的优势还向上延伸到了最上游的原材料。关于这一点，我在之前的这个10月风暴跟美国稀土困局的系列的视频当中已经进入过非常深入的解构。中国真正的王牌并不仅仅只是拥有矿山，而是我在之前的视频当中反复强调的中断扼杀的能力，也就是对于全球 90% 以上的精炼加工环节的绝对控制。这样一种能力使得北京可以像我们在10月风暴推演当中描述的那样，随时通过 0.1% 的规则这样的长臂管辖的条款，将供应链的节点武器化，为中国在技术博弈当中提供了强大的非对称的反制筹码。而最后呢，是中国对于规则窗口期的精准把握。在传统油车领域，当中国进入的时候，所有的标准已经被西方确定完毕，但是在新能源汽车这个全新的领域，全球的技术路线跟行业的标准其实现在仍然处于形成的窗口期。中国的企业正在凭借庞大的国内市场跟先发优势，积极推动自己的技术方案成为未来的国际标准。历史的经验正在今天的电动汽车产业上重演，但是这一次攻守之势一也。当欧洲还在纠结于如何防御的时候，中国首次在全球最大的最复杂的消费品产业当中获得了争夺规则制定权的黄金机遇，正在从3个关键的维度系统性的构建一个以我为主的平行的技术宇宙。那第一个维度是硬件标准，这个地方我们谈的是充电与电池的物理隔离。在中国，有超过 90% 的公共充电桩都在遵循中国的国标标准，那任何外国车企想要进来都必须要遵守。这个看起来好像只是一个插头形状的不同，但背后却是权力的体现，因为它不仅仅是物理接口的不同，更重要的是底层的通信协议也不兼容。这意味着什么？任何想要进入中国市场的外国车都必须要进行硬件跟软件的底层改造来适配中国的标准。而更重要的是，随着中国电动汽车大批量的出口到一带一路沿线跟广大的新兴市场， GBT 标准也随之出海。在所有这些新兴的地区，中国企业它不仅在卖车，还在帮助当地建设充电的基础设施。久而久之之后啊，GBT 标准就会在这些国家成为事实上的国家标准，从而能够形成一个与欧美的标准分庭抗礼的充电朋友圈。但是这还不够，通过一个叫做超级的这个项目，
中国正在跟日本合作开发下一代全球统一的超大功率充电标准。这个正是从高铁的经验当中学来的一个经典的策略，将自己的技术方案融入未来的国际标准，从而向全球输出中国的规则。而在电动汽车产业当中，最核心的动力电池上，中国同样在用标准说话。中国的 GB38031、2020等等一系列的安全标准，在热扩散测试等等关键指标上，甚至比国际通行的 IEC 或者是 UL 标准更为严苛。这个不是简单的技术自信，而是一种战略的意图，就是通过设立更高的安全门槛，将所有不符合我方标准的技术路线跟产品合法的排除在外。而第二个维度是软件的生态，这个地方主要是华为鸿蒙的生态护城河。那如果说硬件的标准是修强的话，那么软件的生态就是在构建一个全新的王国。当欧洲的百年车企他们还在纠结于是向谷歌的安卓车机系统投降，还是向苹果的 CarPlay 妥协的时候，以华为为代表的中国科技的巨头，他们已经开辟了新的赛道。华为的鸿蒙座舱这个野心绝不是做另外一个车载的娱乐系统，它的目标是要彻底打通手机、平板、手表、智能家居跟汽车，将汽车完全无缝的融入到万物互联的生态圈当中，成为继家庭跟办公室之后的第三生活空间。根据2025年的这个数据，华为的这个市场份额已经达到了 5.4%， 在技术含量更高的 AR、HUD 领域，市场份额更是高达 20%。它通过与众多国内外车企的一个深度合作，正在形成一个庞大的华为系的汽车生态联盟。而这个生态一旦形成规模效应，将拥有强大的网络效应跟用户的粘性，构成极高的竞争壁垒。更重要的是什么？是它将数据的主权牢牢掌握在自己的手中。在一个数据比石油更宝贵的时代，这个正在构建一个独立于美国科技巨头之外的全新的软件跟数据文明。而第三个维度是系统的智能，说的是车路协同的一个降维打击。在自动驾驶的技术路线上，中国从一开始就选择了一条与欧美早期不同的更宏大但是也更艰难的道路。欧美早期的技术路线更注重单车智能，也就是拼命的给车本身堆料，装上更强的激光雷达、摄像头跟计算的平台，让车本身变得越来越聪明。但是中国则在举国之力再次复制高铁的模式，它要搞车路云的一体化。简单来说，就是不仅车要智能，路也要变成智慧的路。通过 5G 啊、路测的这个摄像头跟传感器、云端的超级计算平台，把道路上的一切信息，包括其他车辆、行人、红绿灯，然后前方的路况，所有这些都实时的、超视距的传递给每一辆车。在全球 V2X， 也就是车联万物的标准之争当中，曾经有过两条路线，一条是欧美日早期支持的 DSRC 路线，而另外一条是中国主导推动的基于蜂窝网络的 CV2X 的这个技术。而如今 CV2X 凭借其在传输距离、可靠性与 5G 网络协同演进的巨大的潜力，正在逐渐成为全球主流，甚至连美国的 FCC 也已经转向支持。这个使得坚守 DSRC 的欧洲在事实上变得日益孤立。所以这样一项国家战略的深远意义在于，它彻底的改变了自动驾驶的游戏规则，把竞争从单纯的车端智能的个体赛拉升到了系统智能的团体赛的维度。而一旦这样一张覆盖全国的智慧道路网络建成并且投入运营以后，它将成为独一无二的规模最大的自动驾驶超级训练场跟超级考场。在中国道路上训练跟运行的自动驾驶的算法，将天然的具备基于 CV2X 协同共入的能力。而那些习惯于单打独斗的外国自动驾驶的系统来到中国的道路，就好像一个武林高手突然进入了一个现代的战场，一身的武功可能无处施展。这个实际上就是在为未来的全球智能交通提前制定了游戏规则，而任何想要参与的玩家都必须要遵守。而本场智能交通的变革当中，最具有讽刺意味的，也最能说明问题的，
是那些曾经高高在上的传统汽车巨头态度的180度大转弯。标志性的事件就是大众汽车与中国造车新势力小鹏的合作。这个不再是30年前大众向中国输出桑塔纳生产线，而是一次反向的技术转让。大众投资7亿美刀，只为购买小鹏 4.99% 的这个股权，但是他们真正想要的是小鹏的核心技术授权，包括堪比特斯拉 FSD 的这个智能驾驶系统，以及整个汽车的神经系统，也就是电子电器的架构。这个是一个具有历史性的大反转，一家西方的百年汽车巨头现在成了一家非常年轻的中国公司，在最关键的未来技术上的被许可方。大众将基于小鹏的这个平台开发悬挂自己 logo 的新车，以中国速度来弥补自家产品线的空白。这件事情等于公开承认大众自有的软件部门已经失败，他必须要通过购买中国竞争对手的大佬，才能够在中国这个最残酷的市场活下去。所以这件事情已经不仅仅是技术的流向逆转，它创造了一种全新的依赖关系。欧洲依赖的不再是中国的某个零件，而是依赖于中国一整套创新的方法论跟迭代的速度。大众向小鹏购买的这个授权不再是技术转让，而是文明的朝贡。它标志着在智能汽车这个新物种的进化树上，欧洲的旧神第一次向东方的新神低下了他们曾经非常高傲的头颅。充电标准、鸿蒙系统、车路协同，这3个维度就像3张巨网，从硬件的物理层、软件的生态层，再到系统的规则层，共同构建了一个全新的由中国定义的智能汽车，乃至于未来出行的生态系统。宏大的地缘政治的叙事呢，最终都会由无数个个体的抉择跟命运所构成。技术规则的逆转也深刻地重塑了身处其中的工程师跟企业家的职业轨迹。王工是一位在中国汽车行业摸爬滚打20多年的资深工程师，他的职业生涯就是在中国汽车产业从规则的接受者到规则的挑战者的这么一个转变的非常生动的写照。他的职业生涯始于21世纪初，那时候王工成功的进入了一个著名的德系的合资车企。那最初的10年，他怀着对于德国工匠精神的崇敬，全身心的投入工作，很快就成了生产线上的这个技术骨干。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一种职业上的天花板的感觉越来越强烈，他发现自己始终没办法触及真正的核心，也就是研发与设计。所有车型的这个平台的架构、动力总成的核心技术都是由德国总部牢牢掌握。王工能做的是优化一个零件的装配工艺，但是他永远没有机会参与决定下一代车型的技术路线。他感觉自己更像是一个被精确编程的高级的螺丝钉，而不是一个能够自由创造的工程师。而在大约2015年前后，中国新能源汽车的这个浪潮兴起，王工非常敏锐地意识到一个全新的不受传统规则束缚的赛道正在打开。他做了一个让所有前同事都非常惊讶的决定，他放弃了合资企业安稳优厚的待遇，加入了一家刚刚成立的国产的新能源汽车初创公司。进入新公司以后，他感受到了巨大的文化冲击，因为这里没有厚厚的德语流程的手册，取而代之的是敏捷开发、跨职能的团队跟快速的迭代。一个新车型的开发周期从传统车企的4-5年被压缩到了惊人的18到24个月，而更重要的是思维方式是完全颠覆性的。传统车企是硬件定义汽车，而新势力是软件定义汽车。王工跟他的新同事第一次有机会从一张白纸开始去定义整车的电子电器的架构，去编写智能座舱的交互逻辑。小鹏汽车的创始人何小鹏曾经回忆说，他早期驾驶特斯拉之后才终于搞明白一件事情，原来造一辆伟大的智能汽车并不需要像传统的车企那样耗费数十年。这样一种敢于挑战跟颠覆旧规则的精神，正是车企新势力崛起的内核。
王工在这个地方重新找到了作为工程师的激情跟创造力，而成千上万个像王工一样的老兵，他们既在传统的合资企业接受了现代化工业的严格训练，又不甘于被旧规则束缚，他们的出走与重生构成了中国新能源汽车产业崛起的中坚力量。而在规则逆转的另外一端，是在华跨国公司的欧洲高管，他们曾经是规则的输出者，但是如今却发现自己身处在地缘政治的断层线上。施密特先生是德国某大型零部件巨头的中国区的 CEO。 近几年他的工作变得前所未有的艰难，他发现自己更像是一个身处在风暴中心的外交官，每一天都在走钢丝。一方面他必须要应对日益复杂的中国国内的监管环境，中国欧盟商会发布的一个2024-2025年度的这个立场文件当中，非常详细的列举了欧洲车企面临的一些挑战，比如说新修订的反间谍法对于国家安全的定义非常的宽泛，这个使得他们的企业在进行正常的市场调研、数据传输的时候面临着潜在的合规风险。但是另外一方面，来自于欧洲总部跟本国政府的压力也与日俱增。布鲁塞尔推行去风险的战略，要求企业减少对于中国供应链的这个过度依赖，所以施密特先生他需要不断的向远在欧洲的董事会来解释中国市场的不可替代性，同时又要证明他已经采取了足够多的措施来管理在华的政治风险。所以他的日常工作变成了是一场高难度的平衡的艺术。施密特先生的困境非常深刻地反映了所有在华跨国公司高管他们面临的一个集体的挑战。所以我们看到王工的重生在于他从一个硬件的执行者跃升为一个软件的创造者，而施密特先生的困境则在于他和他背后的欧洲车企巨头猛然发现自己曾经赖以生存的硬件的优势，在一个由软件定义的新世界里面正在变得越来越脆弱。所以当商业的逻辑越来越多的让位于地缘政治的逻辑的时候，一个企业的 CEO 他首要的职责究竟是创造股东的价值，还是确保国家安全？那这些问题没有非常简单的答案。与此同时也预示着一个全球商业精英可以轻松纵横四海的时代或许真的已经一去不复返了。各位，当我们把今天这个故事跟10月风暴、光刻的反击、稀土困局连接在一块儿的时候，一幅完整的画卷便在我们面前徐徐展开了。我们共同见证的不仅仅是中美欧地缘政治的冲突，更是全球化 1.0 时代的彻底终结。全球化的 1.0 是一个硬件的时代，它的核心逻辑是比较优势跟效率最大化，全球分工共同制造一个产品。最典型的代表就是苹果手机加州设计中国制造的模式。我们讨论的是谁的工厂更高效，谁的港口更繁忙。而现在我们已经进入的全球 2.0 则是一个软件的时代，它的核心逻辑是体系竞争跟规则的主导权。竞争不再是谁能够把零件做得更好，而是谁能够定义连接所有零件的操作系统。美国它试图用制裁这个旧时代的硬件武器来阻止对手开发新时代的软件，结果在稀土的生态位锁定当中陷入泥潭。欧洲他们猛然惊醒，发现自己引以为傲的汽车硬件正在被中国的智能软件釜底抽薪，自己赖以享受这么多年发达国家高标准生活方式跟高福利的脚底下的梯子突然之间被人抽走了。惊恐之余，他们非常仓促地抄起了30年前中国的老剧本。而中国呢，通过在高铁、半导体、新能源汽车等等领域的反复实践，率先掌握了这样一场操作系统战争的打法。它不再满足于只是制造产品跟硬件，它致力于输出标准、生态跟思想。这个就是我们最近这4期系列视频从始至终的一个核心洞察。
当一个国家只能够生产产品的时候，它是一个制造业的大国。但是当一个国家开始用自己的标准、自己的体系、自己的算法来定义世界的时候，这个才是真正意义上的强国崛起。所以这样一场围绕系统定义权的竞争才刚刚拉开序幕，它带来的将是个人跟企业生存法则的彻底重塑。你的价值不再取决于你在供应链上的位置，而是取决于你在哪个生态系统当中拥有多大的不可替代性。你的能力将不再只是执行某些具体任务的能力，而是定义问题、创造规则的能力。那视频的最后，我想把这个问题留给屏幕前的每一位朋友。在这个全球操作系统正在被重写的新的时代，你是选择会成为一个高效的应用程序，还是一个勇敢的系统架构师？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谢谢大家。